生死一线，美军极限救援细节曝光，伊朗9省连环爆炸，建筑剧烈晃动，局势失控，俄军攻不动了，乌军10天内获赢重大突破。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在美伊冲突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美军1架 F-15战斗机于3日在伊朗境内被击落，机上正副驾驶紧急弹射逃生，其中1人很快被成功救回，但另1名飞行员则在敌方控制区域失去联系，情况一度十分危急。不过，近日美国成功营救出这架 F-15战斗机上的第2名机组人员，并罕见动用了特种部队展开行动。这也是冲突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将地面作战力量直接投入伊朗境内，标志着行动层级的明显升级。据路透社披露，当地时间4月5日凌晨，美军调集了包括海豹6队在内的精锐特种部队，同时依托中央情报局 CIA 提供的情报支持，并出动数十架各型飞机进行全方位配合，最终成功救出这名 F-15的武器系统官。在整个营救过程中，美军特种部队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生了激烈交火。行动期间，2架执行支援任务的 C-130运输机一度受困于沙漠环境，无法及时脱离。面对突发状况，美军迅速追加，部署了3架飞机用于人员撤离，并在任务完成后，果断对滞留的2架 C-130实施自毁，以防止关键装备落入伊朗方面之手。从 F-15战机坠毁到2名机组人员全部获救，整个过程不到48小时。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次行动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胆且最成功的搜救任务之一。事实上，自第2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之后，其具体位置便迅速成为美伊双方争夺的核心焦点，双方围绕这一目标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较量。尽管伊朗方面曾开出高达6万美元的悬赏，试图获取相关线索，但该机组人员似乎得到了伊朗西南部当地居民的协助。该地区部分民众长期对德黑兰当局抱有不满情绪，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局势走向。随后，美军迅速向目标区域投送数百名特种部队人员，并在行动初期即通过空中火力对周边伊朗部队实施压制，阻止其接近机组人员的藏身地点，为地面营救创造条件。最终，在损失2架运输机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美军顺利完成了此次高风险营救任务。美国这一营救行动不仅实现了战术层面的成功，也在战略层面释放出强烈信号。这是美伊冲突以来，美军首次派遣特种部队深入伊朗本土执行任务，意味着双方对抗正进入一个更为危险和直接的阶段。可以预见，在此基础上，特朗普政府很可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随着此次行动积累的经验，美军未来再次动用地面特种部队也会更加容易。下一阶段，美军可能将目光投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岛屿，甚至不排除围绕伊朗核设施周边展开更加隐蔽而高强度的特种作战行动。据报道，针对军机在敌对区域坠毁的情况，美军拥有一整套成熟且严格的标准作业流程。飞行员在执行任务前必须接受生存、躲避、抵抗与逃生 SERE 训练，学习在孤立无援的环境下如何隐藏行踪、建立通讯以及维持生存能力，以提高被成功营救的概率。除了营救人员之外，防止敏感军事技术泄露同样是美军的重要任务之一。执行搜救的部队会优先回收或破坏坠毁战机上的关键系统，例如雷达设备、通讯装置以及武器系统。如果地面部队无法及时抵达现场，美军甚至可能采取更进一步的手段，例如发动空袭或使用导弹直接摧毁残骸，从源头上阻止机密信息落入敌方之手。截至目前，这场冲突已造成13名美军阵亡，超过300人受伤。特朗普已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进一步加大军事打击力度。而伊朗方面则明确拒绝妥协，强调针对其基础设施的攻击不会迫使其屈服。与此同时，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于4月4日晚间播出了一段录音，
内容涉及以色列国防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的讲话。这段录音来自他在3月31日与北部边境集体社区米斯加夫阿姆居民代表会面时的发言。据报道，当时会面气氛紧张，米洛还就此前一名当地居民误遭以军炮火击中身亡一事表达了歉意。米洛在发言中提到，以色列军方原本评估黎巴嫩真主党在2024年下半年北方之剑行动中已遭严重削弱，但在当前冲突中，对方展现出的作战能力明显超出预期，两者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他进一步指出，尽管真主党确实遭受重创，但其作战能力依然令以色列方面感到担忧。该组织仍具备大规模发射火箭弹的能力，而且这些火箭弹的主要打击目标仍然是以色列军方。在另一段录音中，米洛表示，他个人判断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最终未必会以政权更迭作为结局。他认为，尽管伊朗政权正面临一定程度的动荡，但整体仍保持稳定状态，未来更有可能通过某种形式的协议来结束冲突。此外，第12频道还援引一名以色列空军情报官的说法称，在战事爆发前，以军评估伊朗拥有约2500枚弹道导弹。经过持续发射以及美以空袭的打击后，目前伊朗仍保有超过1000枚具备打击以色列能力的弹道导弹，显示其远程打击能力仍不容小觑。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功营救 F-15E 攻击鹰战斗机2名机组人员之际，伊朗境内局势迅速紧张升级。4日晚间至5日凌晨，伊朗多地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并有战机频繁飞越上空，波及范围涵盖伊斯法罕省、鄂尔布尔士省、霍尔木兹干省等在内的至少9个省份，局势呈现出明显扩大趋势。据多方消息披露，在伊斯法罕省境内，包括首府伊斯法罕市在内，以及巴哈雷斯坦、纳杰法巴德、富拉德沙赫尔和穆巴拉克等多个地区连续不断传出爆炸声响。当地居民普遍表示，爆炸频率极高，部分地区甚至超过10次以上，强烈震动令建筑物明显晃动，现场气氛一度陷入紧张与恐慌。除上述区域外，鄂尔布尔士省的卡拉季苏海利耶地区也被指发生至少4次爆炸。霍尔木兹干省的伦戈港与基什岛则有居民目击战机低空飞行，同时伴随着爆炸声传来。与此同时，胡奇斯坦省的马赫沙赫尔也发生至少3起爆炸事件，而安迪梅什克一带则出现运载设备的车辆集结，显示当地可能存在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迹象。在其他地区，异常动向同样频繁出现。法尔斯省的舍拉子被指有导弹发射活动，布希尔省的坎干上空出现战机飞行轨迹，北部的吉兰省德拉曼地区传出爆炸声，马赞德兰省的希尔加出现疑似导弹飞行痕迹，科吉卢耶博维艾哈迈德省的巴什特周边也被指存在相关军事活动。与此同时，首都德黑兰北部及东北部部分区域的居民亦反映，听到远处持续传来的爆炸声响，显示紧张局势已向全国多点扩散。在这一系列爆炸与军事活动背景下，美国与以色列于4日对伊朗南部及西南部展开联合空袭行动，重点打击核设施周边、石化工业园区以及边境基础设施。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此轮军事打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伊朗方面则声称已展开反击，并击落一架美军战机，使得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急剧升温。综合伊朗官方媒体及多家国际媒体的报道，这起引发全球关注的联合空袭行动发生在当地时间4日上午约8时30分。一枚不明投射物精准命中位于布希尔的核电站附近区域，造成一名正在执勤的建筑警卫当场身亡。不过，经初步勘查显示，核电站核心设施并未受到直接破坏，电厂整体仍维持正常运转状态。与此同时，战火迅速蔓延至其他关键工业区域。位于胡奇斯坦省的马赫沙赫尔石化特别经济区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多家石化企业厂房陷入火海，并引发连环爆炸，造成至少5人不同程度受伤。与此同时，靠近伊朗与伊拉克边境的贸易通道也遭遇空袭，导致1名伊拉克籍货车司机死亡，2名伊朗工人受伤。
而霍尔木兹干省一处水泥厂亦遭到攻击，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工厂仍维持运作。此外，以色列还对伊朗最大的石化工业基地班达尔伊马木石化园区发动空袭，导致园区内超过50座石化工厂全面停工。现场画面显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冲击范围极为广泛。据《纽约时报》引述2名伊朗石油部高级官员的说法，此次空袭重点打击了负责供应电力、天然气及工业用水等关键基础服务的法吉尔1号与法吉尔2号工厂，直接导致位于马赫沙赫尔的石化园区全面停摆，所有生产活动被迫中断。相关官员指出，对于本已承受巨大压力的伊朗经济而言，如此规模的停工将带来难以估量的沉重打击。受损设施的修复与全面恢复生产可能需要长达2年的时间。当地省长马瓦利扎德赫在亲赴现场视察后表示，消防与搜救力量已迅速展开行动，但此次空袭仍造成5人死亡，170人受伤。除上述关键设施外，以色列还对该区域内的拉齐、卡伦以及班达尔伊马木石化厂等多个目标实施打击，显示此次行动打击范围广、强度高，对伊朗工业体系造成了显著冲击。伊朗石油部信息指出，石化产品占该国出口总额25%左右，每年带来100至150亿美元外汇收入，更是伊朗试图摆脱石油依赖、推动经济多元化的核心支柱。班达尔伊马木石化园区每年生产达7200万吨石化产品，也是该地区约30万居民的主要就业地点。马赫沙尔市石化工厂提供一系列基础化学品、聚合物等材料，可用于制造各种产品，包括塑料、服饰、织物、肥料与医疗设备。伊朗私营工业集团代表波斯坦奇 Mehdi Bostanki 指出，攻击马赫沙尔石化厂就是在攻击伊朗的心脏——伊朗经济动脉。2026年4月5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502天，前线战事依旧激烈。根据战争研究所 ISW 通报，并综合俄乌双方发布的战场信息来看，俄军在4月4日继续对乌克兰境内多个方向发起进攻行动，包括苏梅州北部靠近赫拉伯夫斯克一线、科斯捷扬季尼夫卡至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波克罗夫斯克地区、胡利亚波勒州县、扎波罗热州西部以及赫尔松方向。然而，从整体战果来看，这些进攻均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相较之下，乌军在多个方向实现了推进。4月4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影像显示，乌军在哈尔科夫东北方向的沃夫昌斯克西南区域取得进展，在北库皮扬斯克至博伊科维西北、奥列克桑德里夫卡西南一带持续向前推进。与此同时，俄军第121摩托化步兵团仍通过无人机对北库皮扬斯克方向的乌军阵地展开打击。整体来看，当天俄军累计向乌方阵地投放了多达286架无人机，前线攻防强度持续攀升。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最新消息显示，随着乌军第7军团步兵部队的投入，罗丁斯克一线率先出现突破，乌军成功突入俄军第41集团军防区。在该区域西北部乌达齐内方向，乌军也取得一定进展，局部战线开始出现松动迹象。多布罗皮利亚方向同样传出乌军战果。根据前线情报平台 Deep State 的消息，乌军第1军团成功歼灭了一支俄军摩托化突击分队，并清理了新沙霍维东北部别墅区附近的一片小型林地。多段流出的视频也证实了这一战果，显示乌军在局部战斗中占据主动。在南线扎波罗热方向，战局变化更为明显。乌军在库班以西扩大了交战范围，胡利亚波尔以北的推进持续进行。在多轮激烈交火后，俄军被迫后撤，西谢利夫卡及西乔维以西的防线被撕开缺口。乌军当前正在对该区域展开进一步清剿行动，相关地理影像也已更新。从整体态势来看，南线战场俄军东部集群承受的压力已接近极限。如果乌军能够维持当前攻势，外界普遍判断在未来约10天内，战线或将出现较大规模突破。赫尔松方向亦出现新的动态。俄罗斯军事博主罗曼诺夫称，有12艘搭载乌克兰士兵的高速快艇在夜间自敖德萨出发，驶向由俄军控制的金伯恩沙嘴区域，
显示乌军可能在该方向酝酿新的行动。与此同时，一段在4月5日曝光的视频引发广泛争议。视频由俄军士兵拍摄，画面中2名被称为斯捷潘尼奇与德克尔的俄军士兵被困于一个坑中，其他士兵从坑边向下投掷面包屑，供其维持生存。据相关消息称，这2人因拒绝执行针对乌军坚固防御阵地的高风险突击任务而遭上级惩罚，已被关押数日。事件曝光后，俄军内部纪律问题再次受到外界关注。来自路透社与天空新闻的报道指出，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俄军自战争爆发2年半以来首次出现战场收益负增长，不仅未取得任何新增控制区域，反而丢失约20平方公里土地。这一现象被认为与俄军战斗力明显下滑、补给困难以及通信不畅密切相关。经过长达4年的消耗，俄军经验丰富的老兵已大量损失，后续补充的兵员训练不足，在战场上付出巨大代价。在远程打击方面，乌克兰近期明显加大了对俄罗斯本土及占领区的攻击力度。无人机频繁袭击俄罗斯多个地区，克里米亚以及乌东地区多地接连发生爆炸。其中，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克斯托沃的炼油厂以及诺沃戈尔科夫斯卡亚热电联产厂，引发大规模火灾。该炼油厂是俄罗斯重要能源设施之一，年加工能力高达1700万吨，目前损失情况仍在统计中。此外，至少19架无人机对列宁格勒州普里莫尔斯克港发动袭击，造成港口附近一条输油管道受损。与此同时，位于莫斯科的莫斯科高等联合兵种指挥学校屋顶也发生火灾，具体损失尚未公布。乌军还在1个月内第2次打击卢甘斯克的阿尔切夫斯克钢铁厂，迫使该厂停产，同时袭击了一列运输燃料的俄军铁路列车。克里米亚地区的无人机储存点也遭攻击，导致1架猎户座侦察无人机被摧毁，另有3架受损。在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范围广泛，涵盖化工厂、炼油厂、石油码头、油库等能源设施，同时还攻击了防空系统、雷达站、后勤枢纽、临时部署点、指挥所、兵力集结地以及无人机仓库等多个关键军事目标。其他方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兵力损失已连续数月超过其新增补充兵力。与此同时，由于中东局势紧张影响供应链，乌克兰正为爱国者防空导弹交付减少做准备，拦截弹可能出现短缺。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透露，包括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库什纳以及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内的代表团即将访问基辅，继续推动相关和平谈判进程。另外，欧盟委员会提议2026年向基辅提供450亿欧元的援助，其中包括167亿欧元的直接预算，外加283亿欧的国防资金。这其实是欧洲900亿军援的一部分，但目前因匈牙利的阻挠而搁置。不过4月12日，匈牙利就将迎来新一轮大选，现任总理欧尔班的民调持续落后于反对派马扎尔，后者明确表示会支持欧盟和乌克兰，如此一来，匈牙利这个最大的阻力也将消失。此外，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登科宣布，他们已从日本获得近13亿美元的资金，这笔钱来自于乌克兰实现和平项目，是东京持续财政援助的一部分。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